大家好，我是艾玛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个频道主要就是为中文学习者准备的。在这里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日常，还有一些生活里我们经常用到的比较自然地道的表达方式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上周大家过得怎么样？我这边天气特别冷，而且一直刮风，夜里能听见风呼呼的在吹。感觉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这么冷的天气了。上周还不小心感冒了，好在干预比较及时，吃了中成药的感冒药，差不多2-3天就恢复了。这一点很开心，因为以往感冒的话，经常就会头疼，再严重一点就会嗓子疼。我最害怕的就是嗓子疼，因为喝水呀、说话呀，甚至咽一口唾沫都会用到嗓子，所以那种疼痛真的很难忍受。而且嗓子疼的话，它康复起来特别慢。好在这次就是平安无事，很快就康复了。大家怎么样？你们上周都还好吗？上周我发现了一个学习的宝藏地点。在分享给大家之前，我希望大家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们平时学习的话，会选择在哪里呢？有的朋友就说，当然是在家里呀。我一般在书房里学习。好处呢就很明显了，不用出门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而且不用占位置，你肯定有自己的地方，对吧？但是缺点也很明显。在家里边呢，因为是比较熟悉的环境，所以反而不太容易能集中注意力，经常就会玩玩手机，然后吃一点小零食，喝口水，然后再去一趟洗手间，再看着窗外发会儿呆，你就会发现一眨眼2个小时就过去了，好像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完成。所以在家里学习可能真的非常适合自律性比较强的人。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是的，即便我刻意不去看手机，刻意跟家里人说好不要过来打扰我，但好像在家里的学习效率还是比较低的。经常就是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，好像计划没怎么推进。那还有一个学习的地方呢，就是咖啡厅。在那里能听着舒缓的背景音乐，然后可以戴上耳机做自己的事情，看书，所以咖啡厅是不错的选择哦。但是咖啡厅有什么缺点呢？当然第一个就是比较嘈杂。嘈杂的意思就是比较吵闹。首先刚刚提到的有背景音乐吧，有店员还有顾客来来往往，旁边的人互相聊天的声音。总之呢，就是很容易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对我来说，咖啡厅就是一个放松聊天的地方。或者说我如果单纯为了消磨时间，拿一本课外书随便看一看，那我会选择咖啡厅。但是你让我在咖啡厅里去做作业，去备课，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的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。而且即便点了咖啡，
我也还是会忍不住观察一下周围的就座率。如果看到座位都满了的话，我就会有种紧迫感，就觉得差不多该走了，不要再占着这个位置了。总之就是会考虑很多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咖啡厅可能更像一个放松，跟朋友聊天的地方。所以学习的话实在是有点难。还有的朋友肯定就说，当然去外边租这种教室呀，比如说可以约2个小时，这样又安静又比较私密，还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效率很高。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如果约这种私人使用的空间的话，那费用还是比较贵的，比喝一杯咖啡可贵多了。所以目前提到的这3个地方都是各有优点，各有缺点吧。那我上周就发现了一个宝藏地方，大家能想到是哪里吗？是图书馆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是图书馆。我以前借书的时候去过几次图书馆。那天整理不需要的卡片的时候，把图书证翻出来了。我一看已经过期3、4年了，没有更新，已经不能用了。所以上个周末趁着有时间，我就去了图书馆，想着更新一下这个图书证。我以前经常去的那个图书馆是中央图书馆，就是比较大也比较老。在那儿我记得应该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，记得不太清楚了。但是我家附近的这个图书馆是新搬迁过去的，也就是重新建起来的图书馆。那它的面积虽然没有中央图书馆那么大，但是里边所有东西都是新的，设备很新，所以一切看起来都很干净。我上周就去到这个家附近的图书馆去更新我的图书证。工作人员非常耐心，很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图书馆的每一层的用途。他提到了在3楼的地方有学习角，这样的座位有35个，从早上9点半到平日的话是到晚上8点，周末的话是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5点就闭馆了。在这个学习角，你可以看他的书，也可以学习自己带来的书，还可以写字啊之类的。因为写字的时候也有声音嘛，所以在这个角落是可以的。然后其他的角落呢，就是只能看书，不可以写字。还有一个角落是专门给带电脑过来的人使用的。因为使用电脑的时候，你敲击键盘啦，点击鼠标啦，都会发出声响，所以那个角落应该是有10几个座位，是专门给带电脑的人使用的。这样看来就想得非常周到。它在一个角落里，还有一个是给盲人专门用的空间。据说你只要预约，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你阅读你想听的书。我觉得特别人性化，它真的是考虑到了方方面面。那我在看了之后，当场就立刻预约了那个学习角。是拿着你的图书证在电脑呢扫一下，屏幕上的指示非常明显，你可以选座位，包括它里边的基本的规定，你都会很清楚了。我随机选了一个座位坐过去之后，35个座位还没有占满，但是零星只空了几个座位了。在那儿学习的人呢，是什么年龄段的都有，有的看起来就像小学生，拿着本子在那计算什么东西，
还有的就是上班族一样打扮的人，还有中年人。我扫了一眼，还有很多老年人，他们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就在学习外语。我看见了一个大爷在那里翻西班牙语的书，还看见一个老太太在翻汉语的书，所以那个环境就一下营造出一个特别适合学习的氛围。当你看到所有人都在埋头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突然之间也会立刻进到一种学习的状态。就在那的2个多小时，我完全没有溜号或者是想其他的事情，因为我在家或者是在咖啡厅的时候，经常注意力就会被带跑，会担心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或者是开始烦恼最近没有解决的事情，就总之不经意间就会溜号去考虑别的事情。但是在那学习的2个多小时，我完全是集中注意力，所以效率特别高。而且它那个学习空间呢，整体设置是非常合理的。那个桌子的宽度是比较宽的，就你2个胳膊这样压在上边，还是两边有些空隙的。深度呢也比较深，也就是说整个面积是足够大的。而且图书馆它温度设置的也比较舒适，而且那个房顶上的灯跟家里也不一样嘛。因为在我家书房的话，这个房顶的这盏灯不在书桌的正上方，所以每次在书房学习的时候都需要点开台灯。台灯那个光呢又比较刺眼，所以时间长了就觉得特别疲惫。然后图书馆的灯在房顶上有很多盏，所以同时打开的时候，桌面上就相对比较亮，而且座位之间呢是有隔挡的，就很像办公桌之间左右还有前边这样都有隔挡。高度呢也适中，抬起头来跟对面的人也不会目光相遇。而且最棒的是，它在隔挡的偏上方窄窄的地方也放了横着的灯管，也就是模仿的台灯的照亮效果，但又不会那么刺眼。所以在那学习的2个小时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把该学的都学了，把该准备的课也准备完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宝地，所以就想起来分享给大家。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在图书馆学习的经历呢？你们更喜欢在家里学习，还是更喜欢在图书馆学习呢？目前对我来说，去图书馆是完胜。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地方了。刚好图书馆离我家也不太远，骑自行车10分钟就能到。我上周去了2次，一次是上午去的，一次是下午去的，基本都能约到位置。对了，图书馆的利用时间也是有规定的，它是可以半小时起预约，最多每个人每天不能超过3小时。我每次基本上都是约2小时，我觉得2小时足够了。是的，这样大家循环去利用，你会看到身边的人一直都在努力学习，就是这个空间真的很奇妙。你可以跟不同年龄段的人坐在一起，大家为了不同的目标在共同努力，那个感觉就还挺热血，挺激励人的。我今年的目标呢，就是一定要多去图书馆。周围都是这样充满干劲的人，自己也会受到影响，
这个环境的影响真的还是挺大的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。最近天气特别冷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欢迎大家在下边留言评论，告诉我你还知道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呢？那好的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